深人静时，一张模糊却充满故事感的照片悄然出现在网络上。画面中，白色礼堂，金色花拱，一对高挑的身影背对镜头，阳光透过落地窗洒下柔光。有人惊呼：“那不是肖战和王一博吗？”这张照片像一根火柴，点燃了整个娱乐圈的夜空。无论是博君一笑的粉丝，还是冷眼旁观的路人，都被这场疑似秘密婚礼的传闻卷入风暴中心。而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两人工作室竟同时陷入沉默，没有辟谣，没有回应，仿佛默认了这场无声的承认。早在1个月前，就有粉丝发现肖战与王一博的行程似乎神秘重叠，一个飞往法国尼斯，一个飞往意大利威尼斯，但时间、航班、转机地点惊人一致。这并非首次，他们多次被拍到同地不同框，却总能透出一种命运的牵引感。而此次的海外行程似乎早已埋下婚礼的伏笔。有人感叹，若真是婚礼，那他们连世界都不想打扰，只想彼此见证，一种属于成年人之间的深情与默契。根据多方网友的推测，那张照片的背景极可能是法国普罗旺斯的一处私人庄园婚礼堂。那里的花园以永不凋谢的薰衣草闻名，是无数情侣梦中的婚礼地。若真是他们选择了此地，那象征意义再明显不过，爱情的低调与恒久。他们不需要媒体的闪光灯，只需要一个温柔的空间，让彼此的誓言随风沉入蓝天。在网络疯狂发酵的48小时内，两人工作室出奇的一致，既不否认，也不回应。这在娱乐圈极为罕见。有人猜测是因为事件涉及私人感情与国际行程保密协议，也有人认为这正是两人想要的无声确认。沉默有时比言语更有力，它像一堵温柔的墙，把流言隔绝在外，也将两人的真情藏在内。回看近几次肖战公开活动，他的气质似乎有了微妙变化。曾经的他沉稳克制，如今多了一种被幸福滋养的平静光。当有人问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，他只是微微一笑，人生有时候不需要太多解释，懂的人自然懂。这句话被粉丝们视为最深的暗示。王一博向来低调，鲜少谈及情感，但最近一次采访中，当主持人半开玩笑问有没有人让你愿意放慢脚步，他抬眸轻笑了一下，有的人出现就会让世界变慢。全场一片安静。那一瞬间，他的温柔像海浪，轻轻拍打所有人的心。从《陈情令》开始，肖战与王一博的名字就被紧紧绑在一起。那时是蓝忘机与魏无羡的默契，如今是两个灵魂在现实世界中的呼应。他们从对手戏到并肩成长，从少年气到成熟稳重，10年光阴早已不只是合作。粉丝说，他们是彼此最懂的那个人，也是对方最安全的港湾。有网友声称在普罗旺斯小镇偶遇两人，一位穿着白西装，一位身着浅灰礼服。仪式简单却温馨，没有媒体，没有嘉宾，只有一位神父与数名亲友。有人听到宣誓词中一句，无论未来有多远，我都愿与你同行。那一刻，风吹过薰衣草，连空气都泛起甜味。当然，也有人提出理性反驳，或许这只是广告拍摄，或是一场艺术短片。然而，从曝光的画面、人物神态，甚至介质细节来看，这似乎超越了表演的界限。真正的情感藏不住，那种眼神只能属于彼此。当消息传开，网络上出现了2种声音，一种是祝福，若真是他们的选择，那就愿他们幸福；另一种是不舍，他们曾属于所有人，如今只属于彼此。而这正是成长最真实的代价。从偶像到恋人，他们完成了人生中最温柔的转身。业内人士指出，这种既不回应也不否认的方式，其实是一种高情商公关。公开会破坏神秘，否认会引发反弹。保持沉默，让话题自己发酵，自然冷却，反而能让情感显得更真、更深。而对肖战与王一博而言，这种处理方式恰恰是成熟的象征。在聚光灯下长大的人，最渴望的往往不是荣耀，而是自由。
若真如传闻所说，他们在海外举行小型婚礼，那不过是为了逃离喧嚣，守护真实。因为爱，不需要表演。他们早已不再是那个被定义的偶像组合，而是两个有血有肉、懂得珍惜的灵魂。回望这些年，他们一起经历了事业巅峰与低谷，舆论风暴与舆情重压。无论风向如何，他们从未互相推开。或许他们早就在心底许下承诺，若有一天能安静地牵手，那便足够。粉丝敏锐地发现，每次两人同台，总有一些不经意的同步动作。从递话筒的顺手，到对事实的笑意，连呼吸都似乎在节奏里相互契合。这些细节是最温柔的证据。真正的爱从来不用说出口，它藏在所有无声的瞬间。这场婚礼传闻，无论真假，都让人重新思考爱情的模样。也许他们教会我们的，不只是浪漫，而是在世俗与舆论之中，依然勇敢去爱。因为有些人值得用一生守护。他们的故事不是童话，而是真实的温度。媒体的职责是报道，但爱情从不是新闻的战场。过度的窥探，往往会撕裂最美的温柔。也许我们该学会适度沉默，给他们一些呼吸空间。毕竟，他们已经用行动告诉世界，幸福不需要解释。假如这场婚礼真存在，那或许是娱乐圈最安静、最美的爱情见证。没有喧哗，没有炒作，只有一个微笑，一个眼神。他们不是在宣告，而是在生活。那份安静的深情，比任何红毯都耀眼。故事的最后，无论真伪，愿他们在人生的路上继续并肩。爱不一定要说出口，幸福也不需要证明。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，最深的情感从来都是无声的。在娱乐圈，每一段情感都像被放大镜审视，公众出于爱与好奇围观，媒体出于利益不断放大，粉丝出于占有欲或祝福而激烈反应。然而，爱情本应是两个人的事，不是舆论的集体演出。此次海外婚礼爆料引发的狂潮，恰恰揭示了公众与隐私之间长期存在的拉锯。首先要说的是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界限。公众对明星的私生活的兴趣并非无缘无故，公众把情感投射到偶像身上，而偶像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由公众赋予。然而，把关注无限放大为侵入，便变成了对个体权利的侵犯。明星作为公众人物，确实承担信息被放大的风险，但这不等于公众有权干涉他们选择何时何地过人生大事。其次是粉丝心理，从共情到占有。有些粉丝会把偶像视为共同财产，任何私人决定都被解读为对我们的背叛。这种心态会带来极端反应，社群里快速分化成祝福派与抵触派，网络暴力与人身攻击随之而来。作为旁观者，我们应当反思，我们的情感投入是因爱而尊重，还是因占有而控制？最后，媒体与公关的伦理也需自省。选择沉默或回应，并非仅是公关技巧，更是对当事人隐私与公众知情权的权衡。过度解读、过度曝光都可能把应当温柔处理的私人时刻变成商业噱头。若当事人选择低调，我们应学会尊重那份宁静，这是成年人对自己人生的一点权利，也是社会文明的表现。结语：明星的幸福不必成为全民讨论的参照物。我们可以关注他们的作品与 professional 成就，但应当给他们作为人的尊严与私密空间。真正的爱与尊重，是在不打扰对方生活的前提下，默默送上祝福。如果这场海外婚礼属实，它不仅是两位当事人的私人选择，也可能在圈内形成影响力级联，从代言策略到剧本选择，从粉丝经济到行业规范，都可能随之调整。本文从几个层面深度剖析未来可能性，帮助观众理解事件的长远意义。